这个甲骨是中国古代商代的一些个文字记载。这些是牛骨，这有上边刻着有文字。为了使更清楚地看清楚这些文字，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文字，所以我们要把它做成一些拓片，把拓片，这些就是它做成这样的拓片，把这个拓片印成书，印成这样的书。做拓片的话，需要几件东西。第一个就是要一把刷子，这把刷子是用很细的毛，这个是用头发做的，人的头发做的一把刷子。这个是墨，中国墨的墨，用这个墨水，来做这个拓片。要用一种很薄的纸，用一个很薄的纸，一种特别做的一种纸。这个水里边放的是一种白芨，是一种中药。这里边水里放一种中药，它的作用就是为了让这个纸粘在这个骨头上。这个是真丝的绸子，这里边放的是棉花，自然的棉花，天然的棉花，不是那种去脂的棉花。很简单，就是这几样工具。这个下面放的是泥，是为了保护这个骨头，不让它打击的时候不让它破坏，垫在下面。现在我就用这2块骨头做2张拓片，在这个工作过程里头，大家就可以看清楚这个拓片是怎么样做的。第一步是先把这个骨头用这个泥固定在板子上。这个很结实了。这是一块龟甲，这是一块牛骨，要把下面垫得很平很结实，这样的话骨头就可以不损坏。这个不着急，不着急，我可以重新来，你们准备好。OK。现在把纸放在上边，纸放在上边，用这个白芨水刷在上头。这个水的作用就是让纸和骨头能够连接起来。如果用纯的清水，这个纸就会掉下来。这个液体呢有一点点粘性，
它可以让纸贴在上面。上了水以后，就用这个刷子，打。这个刷子是用中国人的头发做的，可是我想，欧洲人的头发可能更好，因为欧洲人的头发很细，因为这个字非常小，可以使得字更清楚。打的时候着力要匀，周围的纸不要打破。这样每一个字都要让它清楚。这个干了，再加一点水。这个时候给大家介绍甲骨文的真和伪。在甲骨里边有一些个伪片，是当时出土以后，因为这个甲骨比较贵，所以当时一些古董商人就做一些假的，把它卖出来。往往是利用真的骨头，真的骨头上边有少部分的字，这个作伪的人呢，他就把这个骨头刻上许多假的字，所以真的和假的往往混在一片上。像这一片，这些字都是假的，这一块是真的，这些字都是假的，只有这一块是真的。这一块上面，只有这一块是真的，这儿都是假的，而且还在这个地方做了假的字。但是这些骨头都是真的，我们可以看反面有很整齐的钻凿，这些都是商代的时候在占卜的时候做的这些钻凿。我们看这个反面有一个，这个反面3个钻凿，这3块是龟甲，这个上面的字全是真的。我们看这个反面有钻凿，正边有很清楚的帛照，它根据这个在这儿点火，用一个火烧了，正面有一个裂纹，看这个裂纹的情况来断定吉还是凶，然后把问的问题刻在周围，这就是甲骨帛词。这3块全是真的，不是假的。当时做假呢，还做成一些个很好看的一些小玩意儿，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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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And then up here. Okay, well we're doing the bottom bit now. Is that good enough? Mm-hmm. Okay, Mm-hmm. Are you going to do the third? and the top bit? Well, it's this broken piece real. In the center, all of this is fake up here. Oh, I'm quite full of it. And the bone's real, of course, but the inscription's fake. 这个纸现在已经干了，可以上墨了。现在上墨，这个是中国墨，中国墨，这是最好的墨。这个墨需要黑，另外不能够太黏。上墨要一层一层，不能一次上墨。一次上墨就容易把那个字模糊了。一次墨干了，再上另外一层，这样这个字就很清楚地显现出来。上墨不能太多，一点一点。这个已经差不多了，再加一点墨就可以好了。这个就可以了，轻轻地把它揭下来，不要撕破。好，这个就做好了。现在开始。我现在介绍一下这个帛词的内容。前边这个字，这是一个，上边还有一个字，这个字是关于时间，这个是巳，这是干支字，这个是帛，这个是真人的名字，这个真它的意思就是问，他问一个什么问题，上边已经残掉了，这残了不知道是什么字哈，下边是在大使，这个大使啊，应该是当时的一个。这是讲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地点，这个大使呢，应该也可以读作太史了，当时的一个宗庙的地点。这个帛词是关于进行宾祭，这个宾是个祭祀的名字，是关于一条进行宾祭的帛词。这个帛词也残了，这是一片龟甲，这是一块牛骨，这个牛骨也是一块残的牛骨，我们看从这儿断。这个残的牛骨是关于商朝征询的。商朝呢是每10天问一次，下一个10天是不是有灾祸。这个是第3期的帛词，我们从这个真人和可以知道，真人和的名字可以知道是属于第3期的。这个就癸巳这一天，帛真人和问寻无祸，
问下一个10天是不是有灾祸？上边这个条是残了，应该是癸未伯，和真旬无祸，这也应该是关于这个问下一旬的吉还是凶，这条也是一样的，这是一个连续的真问旬无祸的这个波词。